再次嚟到 BNO 移民英國的祝福第6集。我哋之前有提到喺英國呢度買樓啦，子女嘅學業讀書，但係咧有一個更加緊急嘅情報，更加重要嘅就係一嚟到英國之後咧，可能面對嘅一個危機。今日嘅題目咧係 BNO 投靠親友嘅危與機。喺古代至今啦，移民嘅地方咧一定係人生路不熟，而都冇咁多好似而家咁嘅資訊去引路嘅時候咧，好多時間我哋都會移民嘅時間會投靠我哋嘅親友。而羅牧師喺上世紀90年代做移民嚟到英國，喺年青人嘅時候咧做去過10幾個地方旅行，喺東南亞地方又有，喺南美洲嘅地方都有，當中亦都遇過唔少移民當地嘅香港人，好多咧都係會先選擇去投靠親友，呢個係一個好正常嘅做法。今日咧，大家會唔會如果嚟英國嘅會唔會先投靠親友咧？係咪已經打算揾親友落腳咧？如果移民嘅身份同埋旅客嘅身份，究竟如果真係嚟到英國有咩唔同咧？旅客咧通常都廣泛歡迎嘅，但係移民咧仲未必有同一樣嘅禮遇。牧師移民咗喺英國就快30年，已經見過好多投靠親友嘅移民，有啲咧就會大家住得好開心，有啲咧就可能搞到水火不容，可能再見都做唔到朋友，甚至親戚咧都冇面避。咁究竟呢啲事情點樣可以去防備？點樣可以避免到一啲負面嘅結果咧？親友雙方又有咩嘅心理準備去預防同埋去化解呢啲嘅衝突？究竟可唔可以打破呢一啲宿命嘅定律咧？我哋今日做好開心可以再次請到我哋英國東北部循道衛理華人教會嘅主任牧師羅牧師，佢為我哋分享呢一個題目更加詳細啲，去讓大家嚟英國移民呢個地方可以鋪路。我哋將時間交俾羅牧師。今日帶俾大家一個非常之敏感嘅話題，就係我哋知道好多移民嚟英國之前嘅朋友，佢哋落腳嘅地方好多都係找尋親戚。咁我哋知道啦，古語有云：人離鄉賤，物離鄉貴，呢個係唔變嘅道理嚟嘅。咁當然我哋因為有親戚朋友嘅關係，我哋去揾佢哋係好自然嘅事。所以呢一集嘅內容所探討嘅呢，我好相信係對大家都有益處嘅。都歡迎你將呢一集裏邊我哋所講所探討嘅話題分享俾將要移民嘅人，讓大家都有個心理準備，可以過渡到危與機，將危險嘅事情變成機會。首先我會講一講一啲嘅個案，係我以前接觸到嘅個案。然後我哋先至會講點樣去解決呢啲嘅問題。有一個人叫小玲，當然呢個唔係真嘅名。佢嚟到英國嘅時候，去投靠親戚。當佢抵埗嘅初期，佢哋彼此都好客客氣氣咧。咁小玲喺香港嘅時候，佢嘅家裏邊排行比較細嘅，好多人都會就佢一下。而且香港嘅住宿大家都知道係空間有限，咁所以小玲佢每日當佢去沐浴嘅時候，喺個浴室咧就係佢自己獨處嘅天地嚟嘅，所以不知不覺咁樣養成咗去沐浴嘅時間比較長。當我嚟到英國嘅親友嘅家中，佢一時未能改變佢嘅習慣。呢度英國人佢哋都好環保嘅，所以咧佢哋咧啲親友都希望可以自養用水。但係佢未必改到呢種嘅習慣，所以留喺浴室嘅時間好長。所以佢嘅親友咧就覺得好唔開心，但係又唔好意思咁樣去講。其實呢啲好細嘅細節嚟嘅啫。小玲當然唔知道啦。所以佢嘅親友咧就喺度背後批評，又打電話翻香港俾佢嘅嗰啲嘅親朋佢都唔識做咁樣跟住喺言語嘅過程裏邊佢又話：你都唔知道英國上一代我哋幾辛苦，你都要知道煤氣好貴嘅你要慳啲水你都要顧及其他人嘅需要，你一用就用1個鐘頭，所以咧就非常之唔滿意啦。其實呢個嘅個案只係一啲小嘅問題，但係因為呢個係習慣唔同，所以咧形成咗彼此嘅隔膜所以咧我哋要知道呢啲嘅事情嘅發生，其實都係同呢個嘅習慣同文化有啲嘅關係。跟住我講第二個案，就係愛之越深，責之越切。小平咧嚟投靠嫁嚟呢度英國嘅姐姐，姐姐見到妹妹上頭啦，所以照顧妹妹係天經地義嘅事。姐姐嫁咗嚟呢度好多年，習慣咗英國嘅生活，
對香港嚟嘅妹妹咧，佢唔明白香港經歷咗唔同時期嘅變遷，當佢哋彼此一齊住嘅時候，就產生咗隔膜，冇好似佢哋兩姊妹喺香港時候咁親密，而且佢好愛護自己嘅妹妹，呢件事係毋庸置疑嘅，唔會有錯嘅。所以經常咁樣提醒妹妹，你要小心啲啊，唔好外邊識一啲嘅對象啊，要小心啊。妹妹初期嚟嘅就去社區學院裏邊學英文，咁認識咗一班嘅朋友，都係外族嘅人啊，因為佢哋都係嚟學英語。姐姐就警告佢嘅妹妹，你應該淨係同西人朋友去交往，唔應該同啲外籍嘅人士帶有少少嘅歧視。咁除咗依樣之外咧，亦令到妹妹好唔開心，就係無論衣食住行都要跟姐姐嘅意思去做，咁嘅關係就慢慢會轉差啦。後來咧，妹妹就離開咗姐姐，翻咗去香港。呢個嘅例子就係講到佢好錫自己嘅妹妹，但係咧佢亦經常咁樣責備佢。呢個唔係一個好好嘅結果嚟嘅，因為妹妹開始較有主見啦，咁又唔喜歡姐姐咧喋喋不休，係咁樣去餓佢。佢認為妹妹永遠都長唔大。既然嚟到英國，人生路不熟啦，應該要聽自己嘅意見。佢唔知道其實上一代嘅香港人同呢一代嘅香港人已經有好大嘅轉變。香港幾年已經換一代，而英國嘅華人嘅換代嘅程度咧係唔咁頻密嘅，10年如一日。佢點樣了解喺香港成長嘅一代咧？看法睇法同上一代梗係唔同啦，因為喺英國住過著一啲安逸嘅生活，自然想法會比較保守。尤其是香港經歷顏色嘅撕裂咧，大家更加有距離。年輕人都喜歡自我去尋找出路，雖然有時會跌跌撞撞，但係如果我哋成日都去責備佢，唔識去關懷佢哋嘅時候，唔識體諒佢嘅時候，未必係最好嘅效果。或者彼此可以俾對方一啲嘅空間，好過就咁話我因為你好，所以你要聽教啊聽話，時代係唔同咗噶啦。所以雙方應該調整一下見解。或許呢個就係一個辦法之一。第三個個案就係個名叫做長貧難顧。喺英國裏邊，平均一個家庭嘅收入大約係28,000鎊，係2018年嘅數字嚟嘅。佢哋嘅收入，佢仲要交個人嘅入息稅啦、退休金啦、國民保健嘅費用啦、房屋稅啦、度假嘅費用啦。扣除咗呢啲嘅開支之後，佢哋嘅現金唔會多。比起香港嚟講，稱唔上係富裕。亦唔容易去累積財富。當有親友嚟到英國嘅時候，你好難去拒絕去接待佢。咁所以好多嘅英國居住嘅朋友，佢就諗住煮到嚟就食啦，多個人即係多雙筷子啫，親人啊嘛。咁故事嘅人咧叫做明仔，佢係呢個家庭嘅遠親咁咧佢咧就聯絡咗之後就搭飛機嚟到投靠呢個嘅親戚。明仔喺香港唔係乜嘢嘅專業人士，佢只係揸一個工作嘅簽證假期嚟英國碰一碰機會同埋運氣。住落嚟都大家相安無事，但係明仔帶嚟嘅金錢唔多。你都知道英國出入嘅交通費用都唔少嘅，又人生路不熟啦，又未必可以揾到工作，短期之內就覺得都好難去繼續生存。呢個親戚佢就覺得，喂，好似長貧難顧喎，於是乎咧就俾面色明仔去睇，又叫佢你自己快搞掂佢啦。明仔當然唔開心啦，佢覺得自己寄人籬下，我都未找到工作，佢都諗下，好來好去啦。咁於是乎咧都唔想話大家鬧翻而離開，但係心裏邊咧好唔開心啦。當佢一揾到工作，佢就離開咗個家庭。佢就喺外邊裏邊咧就話呢個家庭咧對佢點樣唔好。咁我諗呢個都係大家唔能夠彼此嘅諒解。跟住第四個個案咧就係親屬都冇面俾啦，呢個最差啦。講到一個表弟阿雄咧，中學畢業之後，我做過好多行業，覺得係時候去外國闖一闖。
於是乎就想嚟英國裏邊投靠親戚。親戚係開外賣店嘅，於是乎呢個親戚覺得親戚上頭，都冇乜點計啦。因為嗰個親戚經常都翻到香港去探親，大家翻到香港嘅時候，梗係飲飲食食、客客氣氣，彼此嘅關係非常之良好。於是乎都鼓勵阿紅嚟英國闖下啦。佢嘅動機係非常之好嘅，一住咗喺個親戚嘅家裏邊嘅時候，就面色不一樣啦。有親戚原來期望阿紅咧係幫佢做一啲工作，做下打雜，最少喺時間裏面做幫忙啦，或者做下散工啦。阿紅都覺得冇乜所謂嘅，於是乎就呢幾個月做咗幾個月，但係好可惜呢個親戚又唔係好識做啦，佢就冇錢俾佢嘅，就話於是乎阿紅就覺得好不滿啦，因為親戚佢就認為你食我住我嘅呢啲咪工錢咯，唔能夠喺度白食白住噶嘛。因為所以彼此嘅期望就有啲落空啦。呢啲咁嘅落差咧，最後咧親戚大家都冇晒面啦，就離開咗外賣店，我永遠都唔會再翻嚟。跟住咧彼此咧都數對方嘅不是，最後就抹面收場。以上嘅個案只係一啲嘅例子，歸納嚟講，大家都明白在家千日好，出外半天難。都有俗語所講，窮在路邊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作為新嘅移民，我哋應該有心理嘅準備，但係記住唔好灰心，路係人行出嚟嘅。所以我有幾點嘅實際嘅建議，你哋可以參考一下。當然呢啲唔係絕對嘅真理，但係如果能夠了解一啲嘅大家彼此嘅唔同，彼此了解一啲嘅理論，應該整體嚟講對彼此都雙方面都有幫助。第一，被投靠者要切記，要記住啦，即係話咧有人嚟去想揾你咧去幫忙，喺度睇下咩環境，喺度住下。第一件事咧，最好記得一個好簡單嘅聖經嘅術語，施比受更為有福。呢個就算唔係基督徒都會明白係乜嘢嚟嘅。香港嘅飲食嘅流行文化，一種叫做放題，即係自助餐啦。咁咧接待親友咧就好似放題一樣，好似咧俾多啲食物佢哋啦，讓佢哋咧可以多啲選擇啦。千祈咧唔好將自己唔食嘅嘢或者唔着嘅衫咧，就攞俾佢哋去着。咁呢啲夾硬去俾佢哋嘅東西咧，你覺得係因為對方唔會覺得係因為佢就覺得你睇小佢。另外你要知道，香港呢幾年都衍生咗一啲叫撕裂嘅文化。咁後遺症咧係乜嘢咧？就話咧你同佢意見唔啱，就或者大家顏色唔同嘅咧，大家彼此就應該睇成另一個嘅文化。我哋而家年青一代好中意咧去玩呢個遊戲機嘅，大家都知道有個挑機呢個名詞。呢個挑機意思就話咧去挑戰佢。好似香港人咧，啲年青人好有特色嘅喎，好喜歡挑戰人嘅喎。你挑戰我，我挑戰你。但係喺現實生活裏邊咧，就未必係適用嘅。當然我哋知道，作為一個新嘅移民，未必可以放低呢啲嘅意識形態喺個新嘅環境裏邊。但係投靠人嘅咧，要需要明白，你係要接納投靠者嘅家庭嘅文化同埋觀念。換句話說，即係你去到住喺你家庭嗰陣時候，你要尊重家庭佢哋嘅睇法、佢哋嘅文化，唔好將自己嗰種嘅觀念或者自己認同嘅一種嘅理念加諸喺你入住嘅一啲嘅家庭裏邊。另一方面，投靠人嘅咧，亦唔需要咧去認同投靠者自己嘅觀念，即係彼此一個尊重。你有你嘅觀點，你有你嘅角度，你有你嘅觀念，你有你嘅文化。我有我嘅觀點，我有我嘅角度，我有我角度嘅文化。尤其是喺政治嘅論點裏邊，千祈咧唔好講你敵我分明或者階級嘅矛盾。我喺97年嘅時候服侍過第一代嘅97嘅新移民。我喺2000年嘅時候，我服侍過大量從中國移民嚟到英國嘅新移民。而家係第3代嘅新移民。
所以我累積咗啲經驗，希望可以打破呢種難民難解嘅鬱結，打破投靠者同被投靠嘅人嘅一個嘅互相矛盾嘅宿命，希望可以找到一個解決嘅辦法。所以我喺度介紹一個可行嘅理論。呢個理論咧就係叫做當事人中心嘅理論。因為我哋以往去服侍呢啲新移民嘅時候，我哋就用咗呢種嘅理論作為我哋服侍嘅一個嘅指標，一個方法。喺經驗裏邊話俾我聽，好多新移民佢會問你：我究竟買乜嘢好咧？買一個小嘅吸塵機，或者大到買一間房，好多時都會諮詢我哋嘅。所以我哋咧同工咧就學習咧就係千祈唔好將自己嘅喜好咧去為佢哋作決定，因為發生咩問題咧就會由你去負責㗎啦。就算你買一個吸塵機，咁所以咧，如果你作為一個接待人嘅親戚咧，咁你首先你要尊重新移民嘅決定。咁呢個嘅當事人中心嘅運用咧，就係將所有嘅條件放喺度，然後咧好似自助餐咁樣放晒出嚟，你自己去揀。好多服侍嘅同工佢跌咗喺一個陷阱裏邊，就話我自己中意紅色咁樣，於是乎咧介紹物品嘅時候，呢件衫你要着紅色啦咁呢個係一個唔好嘅一個例子嚟嘅。所以投靠者又唔需要投其所好，即係話個主人中意啲咩色，由得佢自己。你自己中意咩色，你可以坦白話俾佢聽，我中意咩色。如果唔係咧，彼此咧心裏邊咧好唔舒服啦，大家嘅關係咧就會大打折扣。因為被投靠者同埋被投靠者咧，其實都未必人人理性㗎，每個人有自己喜好㗎嘛。而且咧發生問題嘅時候咧，大家都姓賴嘅。例如介紹佢買一個電飯煲，乜牌子嘅電飯煲，一買翻嚟壞咗。如果好明理嘅人，當然就唔會怪責呢啲親戚啦。但係偏偏有個人就怪責其他人啦。其實個電飯煲壞，咁咪拎佢整咯，或者拎佢換咯，我何必要怪罪別人啊？同埋咧，有陣時要解決一個所謂自卑感。因為投靠者會覺得自己係寄人籬下嘅，親友咧亦要避免咗好為人師嘅呢個陷阱，樣樣都話你唔識㗎啦，你跟我講就得，跟我做就得㗎啦，就以為自己真係懂得好多，又教人又時時去教人做人嘅道理，甚至小如買乜嘢嘢，去超市買嘢，買咩肉，佢都要教你。其實呢個嘅當事人中心嘅醫治嘅原理咧，就係活出同理心，將自己代入當事人嘅處境。另一方面，亦提供資料，讓當事人自己去選擇。無論小事到大事，如果當事人問你嘅意見，你好坦白話俾佢聽自己嘅意見，不過都係由你自己去選擇。呢個係個人經驗。呢個方法唔係完全有效。作為新移民同埋服侍新移民嘅一啲嘅親屬，其實都可以參考一下。我哋都知道俗語所謂相見好同住難，所以如果你能夠識做嘅時候，你識做嘅時候，我亦識做，呢個係最佳嘅貼士。當然，作為新移民有啲好多現實嘅考慮。第一點，人在屋檐下，哪裏不低頭？我哋知道啦，你要入門口嘅時候，個門係矮嘅，你都要耷低頭先可以入去啦。我唔係叫被投靠者去卑躬屈膝，唔係要咁樣做。不過有一樣嘢就一定會係合理嘅，就係凡事都看得冇咁認真，有啲馬馬虎虎嘅事情就過去啦。除非係大是大非嘅道德嘅問題，我哋先至要擇善嘅固執，活出堅持美善嘅一面。投靠者嘅生活習慣必須要配合接待家庭嘅習慣。你冇咩理由，你係呢個屋嘅主人而想
叫主人去就你，我覺得呢個唔係好行得通。所以第一步要讓呢個接待家庭嘅人感覺舒服，呢個就係第一步。但係咪無限量咁樣去人哋話乜就乜咧，變成 yes man 咧？就唔係嘅。所以第二樣嘢要彼此嘅尊重，不亢不卑。相處嘅事情其實好簡單，其實彼此嘅尊重就得㗎啦。尤其是上一輩嘅人更加重視尊卑有序。當然而家嘅年青人都唔興呢一套啦。當我哋住進呢個家庭嘅時候，我哋要注意每個家庭都有家規，盡量跟隨配合佢哋嘅家規。小嘅事，例如好似擠牙膏呢啲嘅習慣，或者去廁所嘅時候嘅長短，沐浴嘅長短，係咪準時返屋企食飯？外出嘅時候係咪要講清楚幾時返嚟？呢啲嘅事情都係自己要管控得好，必要時都要互相嘅遷就，唔係被服務者或者服務嘅人，或者係提供服務嘅人或者服務者，要一方去尊重，而係彼此嘅尊重，互相嘅遷就，就會順利好多嘅。作為嘅新移民，如果經濟嘅許可，盡快去獨立。意思就話咧，你住進呢個嘅接待嘅家庭嘅時候，因為我哋知道啦，每個家庭裏邊英國嚟講個中位數字大約係每個家庭係28,000磅。除咗數項同埋各種嘅支出之外，一般家庭談唔上富裕啦。所以你去住進呢個寄居嘅家庭嘅時候，你應該要明白係一個臨時嘅性質，在能力許可嘅範圍底下，盡量去津貼一啲嘅家用，貢獻一啲嘅金錢俾投靠者嘅家庭嘅日常開支。一旦你找到工作或者揾到房屋，就盡快搬出去，唔好亂賺一啲所謂香港人所謂嘅着數。因為居住嘅期間，古人有個智慧叫相敬如賓，唔係淨係講太太嘅，要視對方為賓客。如果我哋視對方為賓客嘅時候，我哋點會去怠慢呢啲客人呢？如果我哋住去人家嘅屋企嘅時候，出入咧衣着咧要端莊一啲，唔好話即係著到好即係好瀨啡啦，我哋香港人叫做坐嘅時候就要端正啊，唔好 hea 住咁坐啦，唔好喺個梳化裏邊咧瞓覺咁咁咧你如果能夠咁樣做咧，定必咧得到主人家嘅尊重。喺第4點裏邊咧，就要保持友誼嘅關係，付出同理心。我哋知道啦，一個友誼嘅建立係唔容易嘅，但係你想毀掉佢咧就好容易。所以投靠親友之前，你有乜嘢需要，你可以講清楚。例如你要話俾佢聽，我會分擔家用嘅，我會咁你要親自向親友去説明。有句説話叫先小人後君子，都係比較好嘅。喺親戚上頭，避免彼此嘅不和同埋爭執。相見好同住難係好多人嘅經歷，但係我哋要先想想自己曾經都係接待嘅家庭裏邊，都要想想我哋曾經都係新移民，咁我哋就會多一啲嘅同理心，同埋我哋喺呢個嘅一齊生活嘅時候，即係新移民同呢個接待家庭嘅一齊生活嘅時候，切忌親疏有別。例如我哋家庭裏面食乜嘢，我食乜嘢你就食乜嘢，彼此好似親兄弟咁樣，就好容易成為一家人。當然呢個係最佳嘅境界啦。咁講到呢度咧，可能我哋都有好多嘅問題要問，所以咧我留待咗時間咧睇下阿 Walkie 同阿 Kista 咧，佢哋會唔會聽咗咁多之後咧有咩問題？咁當然咧，如果你可以喺 YouTube 裏邊留言咧，我哋都會解答你嘅。咁而家咧我哋到 Q&A 嘅時間，然後我哋先會作一個總結。老師咁我有個問題問你啦。咁如果你有親戚咧，但係你咪真係要需要接待佢哋咧？呢個冇硬性規定嘅，不過咧，如果係親友嘅咧，你拒絕佢咧係比較困難嘅。
因為咧喺香港有好多年咧，佢哋都以為咧英國咧係一個發達嘅國家，應該生活水平比香港好。咁但係咧香港已經追上咗呢個嘅生活嘅水平㗎啦。咁所以咧所以一般嘅家庭都唔係好富裕。如果你能力許可嘅，咁梗係盡量接待啦。好似正如聖經所講，你接待咗陌生人原來咧接待咗天使。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能力唔許可嘅時候咧，咁你就要坦白話俾佢聽。譬如嚟舉個例子，我間屋就得2個房，咁我自己住一個，我仔女又住一個，我係冇咁多嘅地方俾你住。咁但係咧，如果你話我佢堅持要嚟嘅，咁你又覺得接納嘅，咁你就話俾佢聽，可能要瞓廳嘅喎。咁你自己打算啦。或者你就可以講話短期咧，我可以接待譬如嚟講1個月、2個月、2個禮拜咁嚇。咁呢啲如果做得到咪做咯，如果真係做唔到你就坦白啲講啦，我哋真係有困難。咁當然咧要解釋一下啦。不過可能當事人都唔會聽㗎啦。咁但係咧都盡量去接待有需要嘅人啦。呢啲係正確嘅聖經嘅教導嚟嘅。咁龍師有冇話大概頭先講咗1-2個禮拜嘅時間啦？有冇話其實大概個時段比較會建議住嘅人啦，或者接待嘅人可以考慮嘅咧？其實咧就冇一個定論嘅，就唔係話幾耐係即係一個即係指標嚟嘅。最主要咧就係你自己嘅能力啦。咁同埋即係方唔方便係一個考慮啦。譬如嚟講，你啲小朋友好細嘅baby 嚟嘅，咁可能會嘈住即係接待家庭啦。咁所以咧你每一件事都唔能夠一概而論嘅。不過即係我哋只係講個原則嘅啫。咁究竟幾耐咧？咁你要話俾當事人聽嚟嘅人，你話譬如嚟講，我哋都可以接待係1個月，咁就講俾你聽1個月咯。咁即係大家都有個心理準備。咁當然到1個月嘅時候，大家都覺得係我哋英文叫 comfortable 即係話大家都覺得好嘅，咁可以繼續住落去咯。咁所以要每一個嘅個案都唔同嘅。咁所以咧就視乎即係你自己可以提供到啲幾耐咧，就係幾耐嘅。呢個咧冇一概而定嘅。喺接待當中咧，如果你係如果金錢個負擔係好多，或者係本身都金錢冇能力同埋冇位去接待，咁點算咧？我諗呢個咧就好坦白去即係嚟接待嘅人。咁當然咧即係你可以話俾佢聽，其實我哋真係唔係富裕嘅。咁唔係富裕咧，即係話咧如果唔係富裕嘅話咧，咁你如果係可以英國人，佢就算自己啲仔女佢哋已經係長大成人出咗外再翻嚟住，咁可能都要交房租嘅。咁你可以解釋俾佢聽，其實係因為水電煤氣房租咁你可以即係有可以即係收一啲嘅錢，但係咧切記一件事就係要事先聲明。唔係咧嚟到先至去講，咁咧變咗嚟講，當事人會覺得你好似咗佢嚟咁樣其實你就冇心嘅。咁但係咧佢哋覺得佢哋香港冇咁嘅文化嘅，即係佢哋唔會有呢種即係西方嘅文化唔會講清楚。咁所以咧我諗係呢個中西文化別嘅時候，咁如果你能夠講清楚嘅，佢又願意嘅，咁呢個就比較好啦。我諗呢個用咁嘅方式去解決咯。咁如果真係有爭執或者有鬧交嘅話，咁點樣可以化解，或者有咩嘅辦法咧？有咩方法？頭先我哋所講嗰啲都係預防嘅啫。咁如果真係發生有問題嘅時候咧，咁當然係需要人去調解啦。咁你如果係我都做過調解嘅工作嘅，咁咧就所以咧，如果佢能夠嚟到我哋教會或者係其他華人教會，咁咧我好相信好多好有心嘅基督徒咧，佢哋都能夠可以幫助一啲新移民同佢哋嘅家庭嘅矛盾嘅。咁咧所以咧你可以去找一啲嘅華人嘅教會或者基督徒去幫忙。咁第二切記咧就係要幫助呢啲基督徒嘅時候，要接待佢咧。基督徒嘅角色千祈唔好懷着有咩目的或者係有咩自身嘅利益諗住舉個例子，譬如我自己想叫接待啲人嚟我屋企住租我間屋嗰類或者賣我間屋。咁呢啲咧自身嘅利益咧，我哋唔應該擺落去咧係就唔能夠好似聖經所講
非以役人啊，役於人呢種嘅捨己為人嘅精神㗎啦。喺哥林多後書5章18節嗰度咁樣講，我哋一齊去讀啊，好嗎？一切都是出於上帝，他藉着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和他和好的使命賜給我們。嗱，呢段嘅聖經裏邊咧，其實就所講，其實我哋要與人和好。咁與人和好，如果當然即係一定要有對象，就係人啦。咁呢個人冇指特定嘅人，而係所有嘅人。咁所以接待客旅係基督徒嘅責任嚟嘅。咁所以我哋就要秉承呢啲接待客旅嘅精神，去接待啲嘅新移民。新移民當然會遇到不同程度嘅困難嘅，無論語言啦、文化啦，或者係就業啦、升學啦，咁包括係與人相處啦、與寄居家庭嘅一啲嘅糾紛啦、工作嘅環境裏邊嘅同事咧，咁都有好多嘅方面咧係需要去克服嘅。咁但係正如我哋啱啱開始講嘅時候，路為人行，我上一代嘅移民都係咁樣去行呢條路出嚟，好相信你都係一樣可以行到出嚟，而且係有幸福咁樣落去，因為你已經得到上帝嘅祝福，最少你都有預備嘅心。睇一集呢個就係重要嘅情報，讓所有人都得到平安，包括接待嘅家庭同埋係嚟到呢度英國嘅新移民，將危險變成機會。今日嘅講座到呢度，如果有任何問題，請喺呢個嘅 YouTube 嗰度留言，我哋都希望可以解答你嘅問題。今日多謝老師嘅分享，我哋下集見。